听到叶晨指示，万破军不假思索地说道：“叶先生您放心，属下尽全力赶在对方来之前先做好布局，到时候属下亲自到铜矿坐镇，一定确保他有来无回。”丑，叶晨说道：“对了，破军，我还有一件事，既然覆巢计划已经箭在弦上，那我建议不如提前开始人员撤离。”说着，叶晨又道：“对方一旦怀疑这个基地有问题，或者想来这个基地查线索，只会从地面做切入点，而且我们也不会跟他演戏，第一时间就会开火把他干掉。所以地下的死士以及他们的家属就没必要继续待在地下了。我建议你们现在就准备一艘货轮，等晚上先把死士以及他们的家属全部撤到船上去，让地面的骁骑卫及家属也随时做好撤退准备，就像地震演练那样，先安排好撤退细节。比如一旦开始撤退，谁负责掩护家属，谁负责清点人数，谁负责重要物资转运，谁负责最后的全面爆破，大家都提前分工好，这样也能降低覆巢计划开始时的转运压力。如果只保留地面人手，到时候就可以让他们投入精力，及时把近防炮拆下来带走，毕竟你叙利亚的基地也要用。没问题，万破军立刻说道：“属下先绑了黑水的人，然后就去一趟铜矿，跟我师尊好好规划一下，让他立刻开始着手准备。”叶晨叮嘱道：“对了，绑人你也别从叙利亚绑，毕竟你现在人就在叙利亚，真绑了人，没准也会怀疑到你头上。”万破军脱口道：“那属下就去伊拉克绑好了，反正美国军方从叙利亚开采的石油都要从叙利亚运往伊拉克，我从伊拉克绑了，悄悄带回叙利亚。”叶晨笑道：“好，就这么办。”此时此刻，北罗伯根市郊林婉儿当初居住的农场已经被警方严密地封锁起来。农场里那座木质结构的别墅已经烧得只剩一个框架，但即便如此，周围还是拉了多道警方的警戒线。当初警方在这里发现多具烧焦的尸体，而且大部分都是枪伤死亡，这一下就被列为北欧近些年罕见的重大刑事案件。而北欧警方也一直在绞尽脑汁的调查，但一直没查出什么线索。眼下现场的尸体已经全被带走处理，有用的物证和线索也都被提取出来，剩下的只是这个曾经有人死亡的废墟。一辆敞篷的复古型保时捷911从乡间小路上呼啸而过，停在了农场废墟所在的路边。开车的是一名看起来30多岁的中年亚裔男子，而在副驾驶上坐着的则是一名看起来30岁上下、风韵十足的亚裔美女。车停下之后，开车的男子看着那烧成废墟的残骸，叹了口气，无奈道：“英主脾气太暴了，当初要不是他老人家非要炸死那个来现场勘探的斥候，这地方也不会被烧成这个样子。这都快烧成灰了，还有什么线索能找？”副驾驶上的美女撇了撇嘴：“你在英主身边侍奉这么多年了，还不知道他老人家的脾气？”林婉儿留下那8个字，不只是在嘲讽他老人家，也是告诉他戒指已经不在自己身上了，这才是英主最生气的事。英主最想要的是那枚戒指，林婉儿把它丢了，这意味着就算找到林婉儿，也未必能找到那枚戒指了。哎，那男子一脸郁闷，现场线索没了，戒指也不知下落，我是真不想出来趟这趟浑水，有这功夫我闭关修炼不行吗？我看常胜伯对灵气的掌握又更上一层楼了，再不努把力，真是被他越甩越远。美女淡淡道：“我也不想来，不如让长胜伯自己查去，我也懒得去抢什么手工。”说完，他无奈道：“可谁让常胜伯非要去华夏呢？英主最近觉得林婉儿未必真就在华夏，搞不好在俄罗斯的远东或者北美的北极圈附近，所以才让你我2人来北欧溯源，算是给常胜伯查缺补漏了。”那男子伸了个懒腰，感叹道：“还是钟永伯聪明啊，人家说是去纽约调查上次袭击安家失败的事情，其实肯定是去纽约的花花世界放松去了，我们2个就要苦兮兮的搞什么调查。”说着
他一指那烧成灰烬的废墟，不满地说道：查查个鬼啊，查都这模样了，还有什么好查的？女人抱着肩说道：英主既然发话了，你我就肯定要上点心。说着他叹了口气，又道：这样吧，建公伯，现在就2个路子，要么查一查林婉儿到底是怎么从北欧走的，要么查一查我们派来的萧齐卫到底是怎么在北欧失踪的。这2个方向咱们2人一人一个，我大度些，让你先挑。驾驶位上的男人便是破清会4大伯爵之一的建公伯，本名欧伯君。欧伯君摸了摸方向盘，咂嘴道：女士优先，还是定远伯先选吧。说着他不禁调侃道：对了，定远伯将来若是能成为定远侯或者定远公，千万不要忘了欧某啊。副驾驶上的女人是4大伯爵中的定远伯云如歌。云如歌虽然是一介女流，但实力却非常强悍，而且早些年为英主4处征战，所以被英主封为定远伯，也是4大伯爵里唯一的女性。原本破清会的英主按照华夏古代的制度，在破清会内设立了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这5个等级的爵位，但由于公、侯在古代都乃身居高位，制霸一方的重臣诸侯，而破清会一直没有分封，所以目前为止，在破清会内这2个等级也只是设而未立。正因为如此，破清会现在除了英主之外，下面便是4大伯爵。不过英主也曾给过承诺，一旦有人能助他找到林婉儿与那枚戒指，并且得偿所愿，便立刻封其为侯爵。一旦成为侯爵，就有机会在这世界上选一处地方作为自己的封地，并且在封地上培养自己的势力。届时侯爵只要在英主需要时听从英主号令即可，其他时间均可自由发挥。此时云如歌自嘲地笑了笑，开口道：如果我真能找到林婉儿，找到英主要的那枚戒指，我也绝不会受封什么侯爵。欧伯君笑道：怎么，你这是怕功高震主啊？云如歌摆摆手：我只是看淡了，什么爵位都不如实力最重要，我若真夺了首功，英主能赏我几颗丹药，我便满足了。欧伯君点点头，笑着说道：来吧，定远伯，2个方向，你先选一个吧。云如歌想了想，说：我查萧齐卫那条线吧，林婉儿太狡猾了，我可能没她那么聪明。欧伯君心中有些失望，但还是点头说道：行，那我就选林婉儿这条线好了。其实欧伯君更倾向于选萧齐卫那条线，毕竟这条线相对来说还有点奔头，要是在北欧查不出那几名失踪的萧齐卫线索，还可以去塞浦路斯碰碰运气。可是林婉儿这条线那是真没什么奔头可言了。林婉儿等于是从这里人间蒸发，而她也有可能去了这世界任何一个地方，这条线索真找起来简直就难如登天。而他之所以让云如歌先选，其实是因为他一直对林如歌有些想法，想与他凑个双修的伴侣乐呵乐呵。虽说他并没有什么双修的法门，但能找个像云如歌这样实力强悍的女人还是很划算的。正因为如此，他虽说不想选林婉儿这条线，但见云如歌先选了另一个，他便也没什么其他的办法，只能选择接受。这时云如歌忽然叹了口气，说道：算了，萧齐卫这条线还是留给建公伯吧，我去扎林婉儿。欧伯君诧异地问道：定远伯怎么改主意了？林婉儿这条线最不好查啊。云如歌轻笑一声，随口道：是不好查，而且也没什么线索依据，不过正因为如此，我也可以随便去些自己想去的地方，就当是碰碰运气了，一边碰运气一边旅游，挺好的。欧伯君心下一喜，旋即竖起拇指，称赞道：高啊，定远伯你实在是高。那既然如此，萧齐卫这条线就由再下来查吧。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